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穿越剧热度爆，妆浓脸鼓成大明星，网友笑称打发时间加选。聊聊诚意这部穿越剧，热度真是杠杠的。说起诚意的那部穿越剧《富山海》，这会儿播得火辣辣的，热度稳稳的坐在第一把交椅上。你说这脸皮儿，俺跟你讲，妆容浓的有点夸张，脸看上去鼓鼓的，偶像包袱真是挺重的。咋说？有点打扮成大明星那种感觉。不过，俺前几天试着用3倍速看，还行呢，算是能打发时间。别说，就跟咱们等公交时瞄一眼手机、刷刷微博那样，随时随地能蹭2眼。诚意那演技，即使不是顶尖，但看得出他挺用心的。毕竟穿越剧本身就有点魔幻的，靠点脸上功夫撑场面。说说央八的灼灼韶华，演员阵容有点让人一言难尽。央八台的灼灼韶华这剧，紧跟着诚意的剧挤在第2名位置。说实在的，跟之前老戏骨云集的《生万物》比起来，这部剧的实力派演员真是寥寥无几。甭管你咋说，整体演员阵容感觉拖后腿的格外明显。你瞅瞅丁永岱这家伙霸屏，那个窝囊气质像是焊到身上一样。杨佑宁那位，大家盼着他快点亮相。丁永岱饰演的陈父，说话声音带点小鸡仔嗓，挺有辨识度，但也没给他全名介绍。有一回，陈父从外头回来，看到本该在家里带着的大儿媳楚韶华，竟然跑到药店去了。他那脸色一凝，心里那股不爽写满了脸上，即使没大声吼，但观众眼睛雪亮，谁都看得出来他气得不轻。这情绪的表达，没有一句骂人话。可跟他在《富山海》里的气儿又不一样，那边是装着找棍子架势，眼神里却藏着满满的父爱，明显是想耍点小威风而已。后来楚韶华偷偷拿钱救康二妞的事儿败露了，陈父火气一下子蹭蹭的涨，旁边那老伴还火上浇油，眉头都要拧成麻花。我跟你说说俺对这些角色的感受，挺有意思的。楚韶华那回厉军令状，陈父一脸不信，丁永岱身体往下一压，火气腾腾的吼出来，压力山大，真把说一不二演绎的巴适的很。你看着这气势，明明是在看年代传奇片，感觉像是跨过鸭绿江里彭德怀元帅那股威严。丁永岱这哥们一出场，那气场就压得你喘不过气来。唐岑这个窝囊气质的角色演得还算中规中矩，毕竟他那个早死丈夫的设定，真实给他贴了个专业户标签。陈父不让楚韶华出门的那眼神，别说，俺看了都觉得心疼，里面藏着不少无奈和悲伤，完全不是装的。还有个小细节，陈大顺这个角色，即使一直在付出，没几集就得下线，真让人有点意难平的感觉。你瞧他那分别的情态，没说出口的爱意却透出来，情深意重。观众们都说了，唐岑这么快下线，心里堵得慌。居然有人吐槽，国产剧是不是得换点新套路了，老是这几种哭惨角色。说起杨佑宁，大家都挺盼着他快上线，有人看了他的脸说越看越带劲，看来观众对他还挺有盼着的。反观另外几个拖后腿的演员，咱就得说声歇歇吧。李勤勤那个角色，之前有个日本老公、美国老公的设定，但他演得咋咋呼呼的，五官乱飞。还有观众怀疑他是不是整容失手了，脸上胶原蛋白有点尴尬，既干瘪又有些松垮。对比起同龄的伊能静，后者脸上还带着少女感。说起婆婆角色，第一次见到李勤勤演的那婆婆，老实说，五官飞扬，脸上坑坑洼洼的，再加上尖锐刺耳的声音，整个人就是泼妇范儿，完全没有富贵人家的风度，也谈不上啥礼仪。
反倒是小巷人家里的池棚，那婆婆才叫地道，脸上表情自然不夸张，看了让人直发毛。李勤勤那脸，一个地方肿，一个地方松，辣眼睛得很。你说这脸凹进去的嘴巴下面褶子堆堆的，俺看着都有点生理不适。整部剧她的疯癫神经质风格，还有陈母那段刻薄到家了，怒骂吓人的桥段演得浮夸刻意，动作幅度大得跟跳舞似的。即使陈母裹了小脚，走路也没必要晃来晃去，像只老母鸡一样，旋脚真是失策。热依扎倒是没那种五官乱飞的情况，但她演爽女剧多了。楚韶华对着陈父认错，脸上没半点尊敬，倒像是在发脾气。他从拿200块到2000块的那段，刻意咽口水，迷迷糊糊的眼神，看着挺表面。要是不看剧情，还以为他吃饭噎住了。热依扎那边深情对视时皱个眉头，就算有爱了。倒是唐曾的神情显得自然许多。灼灼韶华里说的是内陆药店的背景，导演找了新疆口音浓的热依扎，怎么看都觉得面容和角色背景不太搭。要是换成李沁、马思纯或者吴谨言，视觉效果肯定舒服得多。古力娜扎和迪丽热巴那个风格。说回楚韶华这角色，本来是个妙龄少女，待嫁的姑娘，可热依扎那脸上的法令纹身，褶子也多，下巴粗糙，嗓门还带点粗鲁。她站起来时虎头虎脑的，行动举止缩头缩脑，像只老乌龟不敢伸脖子似的。媳妇在婆婆面前应该是恭敬的，这点上杨幂在《生万物》里演的也挺差劲，畏畏缩缩的。女2号康二妞由柴碧云演，是个被心上人小五卖到青楼的可怜女人。说实话，按理说她该妖娆美艳才对，可从柴碧云的演技和妆容看，没啥性感的感觉，倒是带点男性化的脸型，观众看了忍不住怀疑她是不是男扮女装，居然觉得像景龙客串似的。那个假吵架的桥段，楚韶华失望又怒骂，怎么看都像是个男子汉在吼，镜头360度转，女人味儿没看着。这俩剧的演员阵容和表现真是各有各的味道，有让人惊喜的。咱们看戏还是图个乐呵，别太较真，毕竟戏